今天我要用牛蒡和马铃薯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很多人应该不喜欢吃牛蒡吃起来硬硬的口感，所以这次我要把牛蒡切细丝做成牛蒡排，这样就比较好入口，也可以吃到牛蒡满满的营养和香味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牛蒡和马铃薯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条牛蒡，这条牛蒡160克，先来削皮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削好皮了，拿去清洗一下。把牛蒡切成薄片。把牛蒡排整齐，切细丝。把牛蒡放入碗中，倒入过滤水，防止牛蒡氧化变黑。让它泡一下，我们来准备其他的食材。准备1颗马铃薯，把马铃薯削皮。这颗马铃薯的分量是200克。马铃薯削完皮，再清洗一下，比较干净。现在切成块状，对半切，再切块。把马铃薯放入盘中，摆一摆，准备拿去蒸。用电锅蒸，外锅放1杯水，把马铃薯放进来蒸，跳起来就蒸熟了。准备半颗青椒，把青椒的蒂头、薄膜和种子去掉。把青椒切成细条状。把青椒放入盘中。准备半颗红甜椒，把红甜椒的头和膜去掉。今天我买的红甜椒是1颗25元。青椒是1颗20元。把青椒切成细条状。把红甜椒放入盘中。平常大家在做菜的时候，切下来的这些菜头、菜尾、果皮，像今天切的这些牛蒡皮、马铃薯皮，是会怎么处理这些厨余呢？我平常做菜都会在厨房备料，会把这些蔬菜水果的皮削在水槽里面，削完呢就这样抓一抓，丢去垃圾桶里面。因为呢削在水槽里面，所以这些蔬菜水果皮呢都湿湿的。然后呢，我也没有特别去处理它，想说赶快就把它水槽呢处理干净，丢掉就好了。每次要倒垃圾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垃圾桶是湿哒哒的，可能是因为垃圾袋破掉了，也有可能是丢蔬果皮的时候呢用湿滴到旁边，倒垃圾就觉得很困扰，都会把我的手用到很脏很黏的。如果垃圾拖了1天再丢，没有当天丢掉的话，马上也会有异味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？就是要处理这些，像今天我还有削了这个苋菜，一丝一丝的纤维啊，还有刚刚的青椒种子、蒂头这一些。那这些湿哒哒的厨余，大家会怎么处理呢？所以这次我想跟大家分享，我用了1个月的这个日本岛产业厨余除臭干燥机，这台的型号是 PPC 12TW， 任何的厨余都可以直接丢进这台厨余机里面，不管是吃剩的食物或是蔬果的果皮、蔬菜的菜头菜尾都可以丢进去。它透过温风来进行干燥，因为它有附这个有独有的负压技术，还有除臭套组，就是机器内部的设计是负压空间的，所以机器在运转的时候是没有臭味的。再加上这台岛产业厨余机使用了独家技术的活性炭除臭套组，更可以彻底的除臭。平常使用的时候，只要这个盖子盖上，真的就没有味道了。机器在运转完后啊，打开盖子，我觉得被烘干的厨余味道呢，不是那种发臭发酸的那种很难闻的味道，而是食物本来的味道，让我在处理湿哒哒的厨余的时候呢，就方便很多了。
准备一朵蘑菇，把蘑菇切片。接着把它切丝，把蘑菇放到盘中。我来分享一下平常我都怎样使用这台日本岛产业厨余除臭干燥机。把垃圾篮套上一个滤水网，放在水槽侧边。每次削完皮后呢，顺手清一清，丢进这个垃圾篮里面。这个容量是2.8公升，我觉得很足够1家4口的厨余量。睡前呢，放进厨余机里面，按下电源，副模式烘干就可以了。它的处理时间大概就是7.5小时到10小时40分不等。隔天早上起来，厨余都会变得很干很脆。我就直接把烘干的厨余倒进花圃泥土里面做成堆肥。现在我们家厨房的垃圾桶天天都是干燥的，收垃圾倒垃圾真的会很厌世，又臭又湿又黏，很苦恼。机器里面的除臭滤芯大概就是4到9个月要更换一次，还有它运转的声音非常的小，像现在它就已经在运转了，其实是很小的声音。日本人设计的产品啊就是不一样，总是给人一种很贴心的感觉，用起来呢很安心。他们呢还获得了很多奖项，像是 IF 设计2020、红点设计2020、德国设计2021等等的。我真心觉得它对我在处理垃圾以及厨余上面帮助很大，很感谢发明厨余机的人。在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家事变得很顺手、很轻松，倒垃圾呢就比较不会再觉得很烦躁了。它在运转的时候呢，都是不会烫的，就是这后面呢会有一点温温的热风出来，是不会烫手。然后这个气味呢，闻起来是不臭的。然后如果它运转完了，打开时候呢，里面是已经干燥了嘛，那你闻起来呢，它是不会臭的，是食物本来的味道。马铃薯蒸熟了，放入1/4茶匙的盐巴，1/4茶匙的白胡椒粉，把马铃薯压成泥状。调一点味，让马铃薯有个底味。马铃薯都压成泥状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锅内放入适量的香油，把蘑菇放进来炒香。蘑菇炒过会释放出它的鲜味。大约炒了30秒左右，放入牛蒡丝，快速的翻炒。牛蒡炒过比较香，也会比较软。刚切起来的牛蒡有点黑黑的，可是泡完水后，它就变得很白了。继续翻炒，我大约炒了1分钟左右，现在可以来调味了。1茶匙玫瑰盐，适量的黑盐，黑盐有点淡的香气。适量的孜然粉，1/4茶匙白胡椒粉，半茶匙2砂糖，把所有调味料炒匀。所有调味料都炒匀了，我大概炒了2分钟左右，所有味道都融合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牛蒡好香哦！牛蒡丝和蘑菇丝炒香了，现在放入马铃薯泥进来，还有50克的中筋面粉，把所有食材拌匀。已经搅拌均匀了。现在可以来捏牛蒡排了，取一些放在手上捏，先捏圆形，再来压扁，
大约0.5公分的厚度，可以了。大概搓圆，再压扁，再来塑形一下，让它更圆一点。如果太厚，再压薄一点，差不多可以了。牛蒡其实是一个很便宜，然后营养价值又很高的食材。对于素食者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。有时候我会买牛蒡回来切丝泡茶，牛蒡茶很清甜。可以了，我捏了6片，可以拿去煎了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油用平均。把牛蒡排放进来煎，先煎3个，等下另外3个第2锅，先让它煎定型，等下再来翻动。感觉有定型了，翻面。让它继续煎成金黄色。煎的时候可以不定时的翻面，看看状况，会不会太黑了。现在2面看起来都变成金黄色了，可以关火取出。哇，好香哦！用回原锅，把红椒和青椒放进来，快速翻炒。如果觉得油不够，这时候可以再补一些香油，翻炒一下，来调味。酱油1汤匙，二砂糖1汤匙，白胡椒粉1/4茶匙，盐半茶匙，水100cc。把所有食材炒一炒，让调味料炒匀。等酱汁煮滚的同时，我们去调太白粉水。太白粉水调好了，酱汁有滚了，缓缓的放入太白粉水，炒成浓稠的酱汁。酱汁已经大滚了，所有味道都融合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给大家看看已经烘干的状态，山药皮、马铃薯皮，还有苋菜的根、甜椒的蒂头，全部都已经烘得很干很脆了。你们听，闻闻看，都是山药的味道，有点像草的味道，因为这些都是蔬菜的皮，就是不会臭臭的。我现在拿去放花圃埋起来。做成堆肥，这里我们还种了地瓜叶，试吃牛蒡排。牛蒡排，我要自己加吗？好吧。好香哦！还可以吃到一丝一丝牛蒡脆脆的口感。
是清脆的口感，还有绵绵的马铃薯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这样子吗？因好为香哎、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感觉，可是一定很好吃。现在很好吃，这个调味很好，吃到香香的那个孜然粉的味道，这不是苹果的硬度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会硬度啊，还咬得下去，对不对？很好咬。我也觉得很好咬，因为妈妈有先炒过。我觉得牛蒡丝炒过之后再来做素排，它就变得很好咬，而且还有牛蒡的清甜。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做成黑胡椒口味，就是孜然粉不要放，换成黑胡椒的。可是黑胡椒就是会辣。啊，我知道这种口感了，那一种菜的口感，清脆的，对不对？青菜，牛好像蒡丝就是高脆这样。丽菜那一种。对对，清脆的。吃得下去高丽菜的人，应该都吃得了这种硬度。好吃呢，这个牛蒡排，大家有空可以试试看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和 Instagram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我很喜欢吃青椒，很好吃啊！我很喜欢马铃薯的味道，还有牛蒡，青椒好吃。老板很特别。